在我们足底筋膜炎、足弓塌陷或者高足弓的同学里边，当我们进行训练前，经常会带他们进行足底筋膜的松解。然而近期我发现，带一些新同学进行足底松解的时候，他们只是把筋膜球放在足底胡乱滚一通，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因此，今天这个视频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当我们用筋膜球松解足底筋膜的时候，应该去怎样滚动才能更加高效。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个筋膜球。我们第一个点是放在我们足弓的内侧，大脚球的下方。注意，尽量让我们的腿垂直于地面，把重心压在滚动侧的这个脚掌上。我们很多人滚的时候，大腿是倾斜于地面的，这样这个力度是穿透不下去的。所以我们尽量把腿调整为垂直面，然后在大脚球下方踩实，慢慢的从上往下，沿着我们的足弓内侧滚到我们脚后跟的位置上，然后吸气，快速的弹回来，呼气，让我们的大脚球下方踩实，慢慢的从上往下滚到我们的脚后跟内侧，我们可以滚15个来回。第二个点依然是放在大脚球的下方，也就是第一指骨的位置上，然后从第一指骨一直滚动到我们的第5指骨，做一个扇形的滑动。想象我们的脚就像一个雨刷器一样，做一个弧形的旋转。第3个位置我们放在足弓的外侧，贴近脚后跟的位置，让它从下往上慢慢的滚，依然是让你的腿尽量垂直于地面，把这个重心完全放在我们滚动错脚上，然后吸气快速还原，呼气的时候自下而上的滚到我们小脚球的下方，依然是滚动15个来回就可以了。以上是我们用筋膜球松解我们足底筋膜的滚动方法。这个训练不仅对足底筋膜炎或者你的足底筋膜相对比较紧张的同学有所帮助，同时对我们改善髋内外旋训练的同学也非常有帮助。因为在我们的行走过程中，我们产生足背屈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会产生足旋前，而足旋前和我们的髋内旋息息相关。当我们做直屈这个训练的时候，我们的足弓会被拉高，同时会伴随我们的髋外旋，足旋后又和我们的髋外旋息息相关。当我们的足底筋膜过于紧张的时候，那么我们髋关节和足底的关联就会断掉。因此，你想真正的改善髋内外旋，并且把它运用到生活当中，那么髋关节和足底的互动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在你做髋内外旋的改善训练前，进行足底筋膜的松解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关注老王做深度思考研究者，我们下期再见。